我大概是6点左右起床，开始工作。早上其实是一段最亲近的时间，不会有电话，我就可以每天工作到8、9点钟，就工作3个来小时吧。再出门我心里就不慌了。我觉得我保持了我要写作的一个基本的工作量。因为现在我还没退休，单位出了一点公务。我多年来养成就是，我办公室门开着，有事就来谈事，说完事我又迅速的回到我这个工作状态。这个工作状态无非也就是写跟读。我想做一场就是进入年轻人的这个群体，有一个不一样的，跟一般的新发布会不太一样。好，只要你同意就好。你同意就好。就是我们计划是，就说每个人就说推荐自己，就说拍个3分钟的视频，这是这个哪个录我们明天来3分钟时间，那就是就是我要选择不当职业作家，你就必须要这种抗干扰。我就觉得我要跟这个社会保持一些更广泛、更紧密的接触，而且这个接触更真实。大家好，我是阿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籍是，随手拿一本了，抓到什么是什么。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我是20年前读过这本书。我们今天读书，比如说读马尔克斯，我们往往只知道《百年孤独》。《百年孤独》当然是他的一个高峰，但是我们要真正学会读书的话，我们要看到一个作家在不同的书里头，他展现的不同的才能。更重要是他通过这样的一些作品，他一步一步走上他写作的高峰。谢谢大家。出生那个村子，这样一个狭长的河谷地带当中，高海拔的3000多米，就200多号人吧，也很落后的，就没有文化，没有书。我上小学刚好是1966年，1966年，我们这学校几乎连正式课本都没有，就是看看报纸。因为交通问题，我们在学校能看到报纸的时候，大概是北京出版的那个1个星期以前的，但是它还是在反映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在晚上我们就带2头猎狗上山去玩打猎的游戏，开个弹弓满山打鸟。当然我也玩这些，但是完了呢，后来我突然觉得很空虚。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思考？那我从小就有，从小就有，光是打鸟，我们打一串鸟，野外生一堆火，然后烤熟，那个时候吃个肉不得了，我们一吃10几只鸟。问题是，它是生活的全部吗？而这个空虚只有书本才能填补。一直上到初中，认识了3000多个中文字，你就大部分的书你是可以对付的。
生而至于你可以用它来书写你自己的一些想表达的东西。我是76年初中毕业嘛，那个时候家庭出身也不好，我们兄弟姊妹还很多，很困难，我就不想上学了。我一回去，我父亲就很生气，说我们都这样了，你难道要跟我们一辈子？但是都回去了。那这个时候回去劳动几个月吧，突然就有个消息，就是阿坝州要水电站招民工。那我说我去，去了有半年，还是那种非常强的体力劳动。就那天洗完衣服，我就在那儿看个报纸，就来了那个工地的算是那个工地的二把手。哎，说这个小鬼，你看报纸，你看得懂吗？我说这有什么不懂？他说老弟，你给我念一下，我就给他念一下。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喜欢戴解放军军帽吗？我在那个帽底子上就写了几个字：阿来的帽子。哎，他突然又看那个，说这个字谁写的？我说我写的。哎，说这个字写得好吗？说明天你就到那个机械工程队去报道，我就去了。哎，果然就成了拖拉机手了，那个时候很神奇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会干些奇怪的别人不干的事情。我到书店去买一本这个拖拉机的构造，星期天没事我把拖拉机拆了，发动机全部打开，别人都看，你开拖拉机，开拖拉机，你把这个拆了。我说我要知道它在怎么工作啊。把地上铺一张大席子，非常好摆，然后装回去，我就倒着装回去。从此我就明白，一台机器，一台燃油机它在怎么工作。但是那个时候您有想过，我将来是会从事文学这个工作吗？哎呦，那个时候文学是什么？我听都没听见过这两个字。又过了1年多，冬天，突然有个人在那个路边喊，我说你找我干什么？说你的中学老师姓曹，让我给你带个信，要恢复高考了，一定要去参加。那我就发现，突然，古典文学也好，还是西方的文学也好，都解禁了，书店也不断有新书卖，还要排队，但是总是可以读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就拼命的读书。在这个期间，我慢慢兴趣好像就转到文学上。1989年对我非常重要，这一年我30岁，这一年也是我出版第一本书《9年的血迹》。那么写了这么些年，我的空虚感就是当我拿到那本书产生的。过去周围说这个人要疯了，他想当作家去了，我也没想当作家，我就是想写。
但这本书一出，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要真是一个作家，这本书立不起来。那么我为什么要把我的生命浪费在一件我达不到高峰的事情上？所以我从89年就不能写作了，所以我就必须要了解自己，说我到底适不适合这辈子把这个写作当成一个终身的事业。所以就用了4年时间，徒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31岁吧，我走通了一条河，大渡河，几百公里，全是徒步。开始，我跟这种无言的山水互相有感应，它的美我能发现，跟别人过去一般写到的这些东西不一样。4年下来，我想我明白了我要喊。终于94年5月，突然写作动向，尘埃落定。那个时候我还在老家马尔康，就是我们那个窗户对面就是一面山坡，山坡上是非常漂亮的那个百花林。因为高原春天晚了，我5月份开始写的时候，心里一点一点萌发那些东西，刚好是百花树发芽长叶的时候。等到夏天7月份，盛夏季节啊，一片浓绿，阳光也很强烈。这个时候小说也写到中间部分。你写这个书的人，你的情感也到了最饱满然后到秋天一片金黄，故事也到高潮，10月份，然后故事要走向结尾啊，这些人都在走向他们的终点，情感的、生命的，开始落叶，然后雪下来。我收笔那个时候一看，树林下残雪斑驳，那心境也是跟人物一样，一片凄凉。您写在什么时候的时候，突然觉得哇，这是一部很好的小说？大概1/3。那个时候儿子大概7、8岁大，我说你爹是天才。本来是为了战胜空虚，背后更大的一个空虚来了。我从30岁开始迷茫，其中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我怕我写出来的都是已经有的那些路数。我今天终于肯定自己说，我终于找到自己的路数了。结果你们要把我又拉回到那个路数，有这么2条意见、3条意见，希望你把它。当然我就说过不客气的话，我说这本书就只有标点符号不对，写了错别字，别的就不要读。当然我说我也非常想出书，但是出书本身不能成为目的。后来就北京来几个人，还不是专门为我来的，就来找我们另外一个当时很火的一个作家。他们就说：“哎，听说你有一个小说。”我说有，说给我们看看。我说不想给人看了。说看一看。结果这儿过了1个月，给我打电话，说到北京来签合同。我第一句问的就是不改吗？说这个小说怎么还改啊？
去做科幻，也跟陈爱劳动有一点关系。这出版拒绝理由是说，你还在写纯文学啊？说今天现在市场化以后，他们就宣布纯文学衰落了，没人看了。我说小说怎么会有一个纯文学？我就从当地辞职。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啊，真真切切的学习，不是在家里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眼睛越看越近，这种读书也没什么意思。学以致用嘛，我们来体会一下市场是什么，竞争是什么，商业运作是什么。这个市场化给带来一个风险，写书的人也在想读者，出版商也在想读者，都说读者，但是没有人谁能给你描述出来你的这个读者是谁。偏偏我们这些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就这个来跟你说什么雅俗共赏啊，读者。我说不准说。又来一个刚来的不久的，忍不住还要说，确实我生气了，拽住了领口拉到这个，我们在人民南路临街嘛，这满大街这么大一街人，最多有一个是读者。我说那麻烦你下楼去帮我把那个人给我找上。他说找不到。那你天天跟我说这个读者可能喜欢可能不喜欢，你这个推测是从哪来的？我说我们唯一有把握就是我们在所有来稿当中，我们生产我们力所能及的最好的产品。这些知识都还是帮你来观察这个社会，你有不同的眼光，你会有经济的眼光看。很多文化人他看不到，想都想不到，就在文化上说来说去。其实你现在这个三真三不，其实就是消费端跟那个供求端的一个关系问题。成都的街都这样，而且这是真正的老城区过去的。我们到了40多岁，就开始关注一些社会的、国家的、世界的这种变化，确实会给你带来很多很深的这种触动。你也有一个不断的反思。说事情就到此为止吗？在之前，比如说我有一本厚厚的书叫《战队》，它是个非虚构。后来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去我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样本。我就以四川藏区的一个县为蓝本，它的200年的历史。我每一本书都在解决我自己的，首先在解决我自己的一个问题，认知的问题。现在，一座理想的新房落地，天府之国，欢迎啊！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潘先生上台，为我们开启今天的讲座。
上一讲我们讲的杜甫诗左诗仪。我们经常说这个城市的文化，城市的文化，大家都像一个咒语一样念文化。其实大部分说文化的人是不懂文化的，也对文化没有兴趣。那我说文化的程度，文化程度就是靠那些一代一代人积累下来的文字、文学的表达、历史的记载。于是我想，与其我指责，不如我做一个样子给你看。杜甫在成都3年多，200多首诗，把杜甫诗能跟成都对上的，我们一一去对。你就在这个游客休息的地方给它添加一些功能，我不要你们单独给我建个什么。那么阿兰书也不光是我的书，因为我写那些地方的东西多，也可以加深他们对这些地方了解。第二个，我希望把当地写作那些地方更多的一些写作者的展示地方文化的作品，也把他们带一带。当你心有余力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尽一些自己该尽的义务。更何况这个本身这个过程又是打开了世界的这个社会的另外一个层面。把那个时候都是在超市后备箱打开，乱七八糟东西反正塞满为止，就往里头拉，拉了的就散给灾民，就陆续有那些伤员啊这些出来，回来又拉伤的。再过2、3天就可以到那个正中了，就在这儿挖人嘛。我们就靠时间来抵抗悲伤。那天灯一关，就回到车上休息嘛，这个工作就告一段落了。所以那个时候突然就，我就看见星星了。我想他们不哭多好啊，或者是适当的哭一哭，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个。我突然这个时候就把音响一打，平常不习惯听的那个安魂曲，我想这个时候听一听，哟，觉得那种悲伤的歌唱那么美，加上雨一停，那个天上星星出来，我想可能这些人就是变星星了吧。
我今年64，我争取再写15年吧。因为写作这件事情不能硬写，真正当你激情欲望消失的时候，这件事情再写就是没有意义了，因为它必须有一个强大的这种东西支撑它，这就是你想认知。我一年大概至少有2、3个月、30个月吧，是在外面带一个相机，多备2只镜头，就给这些植物，尤其是青藏高原的这个植物，力存此照。我现在可能有几万张照片吧，还在增加。我觉得将来终有一天我不能上山了，恐怕还有一段时间还有写作的能力，我就想把这些整理出来，就是相当于在写我一本我个人的青藏高原植物志，也是对这个青壮年时代能够四处行走的那种自由状态的一种回忆吧。人类所有的哲学都要问这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佛经里头说知所从来，知所从去，这个答案你得去寻找。您找到了自己这个问题答案？当然很简单了，我就是最后命定要一辈子书写这个就是阿难。